如果你连走路都没有学会，那要如何跑步？如果你连游泳都没有学会，那要怎么潜水？那如果你对潜水都还是一知半解的话，要如何进行洞穴潜水呢？虽说现如今有许多人都热爱冒险，特别是一些国外的年轻人，有的时候不得不佩服他们这种面对死亡也完全不惧的玩命精神。但要是真的出了点什么意外，恐怕受折磨的并不是自己，而是自己的家人。13年前，美国就有一位富二代独自前往超高难度的洞穴潜水，此后便杳无音讯。俗话说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好几个专业的潜水员都冒着生命的危险下到洞穴寻找他的尸体，却都空手而归了。而种种迹象表明，这名富二代的失踪可能并不是一起简单的案件。漩涡泉位于佛罗里达州庞塞德莱昂附近，作为该州最大的潜水公园，漩涡泉开发的非常好，它同时结合了休闲、露营和潜水这三大活动。在岸上有住宿、潜水商店、淋浴室、更衣室等设施，而在水下，这个地方也能足够满足新手与老手的不同需求。据说经验丰富的潜水员能够潜到水下35米，而在水下6米的地方又有2个训练初级潜水员的平台。难怪潜水爱好者们几乎都能够在这个地方待上整整1天。不过，这个漩涡泉的水下洞穴一直是一个让人诟病的地方。据测量，整个洞穴的长度在500米左右，而潜水员可进入的极限范围在94米。最重要的是，在上世纪90年代，有13名潜水员在探索此洞穴的过程当中丧生了。后来，洞穴门口就立了一块警告碑，标识着这里没有什么值得你冒生命危险的东西，请勿超越，还画着骷髅头的图案，意思已经是足够明确了的。不仅如此，洞穴入口还被上了锁，潜水员必须获得有效的洞穴潜水证书才能借到钥匙，而整个潜水过程，工作人员都将全程陪同。2010年8月18日，30岁的本·麦克丹尼尔来到了他平时最爱的漩涡泉，他是那里的熟客，许多工作人员都认识他。当天中午，他和往常一样进行了潜水。据其他潜水员回忆，本一直在水下洞穴入口处转悠，像是在研究什么。回到岸上后，他一下午都没有再下水，反而在潜水商店里面加满了气瓶，紧接着又忙着测试设备，记录潜水日志。看来他今天晚上又要下潜一次。工作人员都已经习以为常了，因为在他们眼中，本非常喜欢潜水，经常一待就是一整天。当天傍晚，本穿好潜水服后，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，于是就下了水。然而，在监禁洞穴的过程中，他发现入口处的铁门被锁了。当然，有锁这件事，他也是一早就知道了的。可今天他没有提前告知，就想趁有人进去的时候，自己顺便跟进去。此时的本遇到了2名潜水员的工作人员，他们正要准备回去。按照规定，本没有提前在潜水店登记，没有借到钥匙就没有办法进入其中。但他毕竟也是老熟客了，潜水技术也是有目共睹的，所以这2名工作人员也没有多想，就替本打开了锁，目送他潜入了更深的黑暗之中。可谁都没想到的是，这竟成为了本最后一次露面。2天之后，潜水商店的工作人员留意到，本的皮卡好像一直停在停车场的同一位置，人却不见了踪影。问了一圈之后，果真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也就是说，在那晚过后，本就再也没有上过岸。工作人员细思极恐，立刻就报了警。在调查过程中，警方在岸上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信息。本的钥匙、手机、驾照以及钱包里面的1100美元现金都还在车上，车内也没有留下过打斗的痕迹。根据潜水日志记载的内容，本之前就探索过此洞穴，还绘制了简易的地图。至于那2名最后看到本的工作人员，警察也对他们进行了测谎，证此一切都正常。另外，当晚还有2个潜得比较晚的顾客，他们在上岸之后看到水面上有气泡，认为本已经在开始减压，准备上来了，于是便安心离去。根据其他工作人员的交代，潜水公园差不多每天晚上5、6点钟就会结束营业。本是常客，他通常会在潜水公园待到很晚，也从来都不需要有人陪同。一方面是他确实喜欢单独潜水，而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他偷偷溜进洞穴。那时正值夏天旺季，公园游客量大，停车场很早就会停满车，所以没有人会意识到本的车在停车场里停了整整1夜，都以为他是一大早就来了的。与此同时，下水搜救过程并不顺利。虽然许多潜水员都是自愿下水寻找本的，但由于很少有人具备洞穴潜水的能力，所以他们只在洞穴入口处找到了2个属于本的减压气罐。后来，一位名叫艾德·索伦森的潜水员听说此事后，便来到了漩涡泉。艾德是一位专业的洞穴潜水员，他经验丰富，有过2500次潜水记录。业内人士都知道，艾德能够去到其他潜水员都到不了的地方。在他下潜后，艾德检查了洞穴里面的所有缝隙，他下潜的距离比本绘制的地图还要远出60米，可是艾德也没能发现本的踪迹。然而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艾德的结论。经过几次下潜调查，他笃定本压根就不在洞穴里面。首先，艾德搜索过的地方都是在这之前没有潜水员来过的。其次，本的身形比艾德还要大一些，在调查途中，艾德自己都是勉强才钻过的缝隙，本是不可能过得去的。
最后，艾德注意到石灰岩上并没有潜水员头盔或者气管刮过的痕迹，附近也没有水生食腐动物活动的迹象，这意味着在艾德之前应该就没有潜水员到过这，附近也没有尸体，所以他坚信本压根就不在水下。这一消息不禁让所有人哗然，本最后一次被目击到的地方竟然没有他的痕迹，如果不在水下，那他又能去哪里呢？由于迟迟找不到尸体，关于本的失踪案出现了不少猜测。有一种推测是，本是这场事故的背后主使，他想通过此次失踪案摆脱现在的生活，或者干脆就是想自杀。当然，这并不是空穴来风的，因为每次去潜水，他都会带上自己家里的狗，唯独这次就没有带。再者，本还欠了一笔5万美元的税。在失踪前，他咨询了许多家潜水商店，但因为没有专业的证书，没能如愿找到一份与潜水相关的工作。另外，本从小就生活在富足家庭，是个典型的富二代。他喜欢和家人朋友一起去徒步、攀岩，是个热爱冒险的人。然而2000年之后，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婚姻破裂，公司破产，亲弟弟意外离世，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使他一蹶不振。后来由于父母心疼儿子，提议让他去海边的别墅住上一段时间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果然换个环境生活确实对本有很大的帮助，他成功转移了注意力，潜水成为了他最大的快乐源泉。不仅如此，他在佛罗里达州重新交了一个女朋友，经常梦想着能成为一名潜水教练，生活似乎开始走上正轨。所以自杀或者主动失踪的理论让本的家人无法接受，因为本是不可能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的。在他们眼里，他已经恢复正常，生活只会越来越好，没有理由会放弃这一切。当然，父母更是无法接受儿子已经不在人世的推论，为此他们花重金聘请了私家侦探。不过还真别说，侦探确实调查出了一些东西。潜水公园的上一任老板洛威尔·凯利非常的可疑，他曾经把一名员工拖进树林，用棒球棒狠狠地殴打他，逼他还钱。后来这名员工想尽办法逃了出去，还指控他绑架和斗殴。而本失踪的那天晚上，有人看到醉酒的洛威尔出现在了潜水公园，他还问别人现在去潜水是否太晚了，但是光凭猜想，没有真凭实据，这一推测很快就被警方否认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大多数人还是更加相信本在洞穴潜水中发生了意外，最后溺水而亡的。刚才我们一直在说本是潜水公园的常客，经验丰富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技术足够的高超。实际上有许多潜水员都承认本在吹嘘自己的实力，只能说他胆子比较大而已，而技术也就一般般。说到这一点，那就要追溯到他15岁的时候，本对潜水产生了巨大的兴趣，但一直以来有关于潜水的课程价格并不友好，大多数时候他都是自己研究看书的，没有和教练一起练习。照理来说他的家境还算不错，只要他想，父母也愿意资助他，他也能获得最专业的培训，这样离自己成为一个教练的梦想不就更加近了吗？可为什么就偏偏不接受专门的训练呢？对此我们来简单推测一下，由于之前在爱情事业上都不顺利，所以他一直没有时间去学习。在2000年之后，本的父母想必已经为他偿还了债务，他没有鼓励儿子休假，提供所有的经济支持，这些付出本都看在眼里，所以他在休假结束后也曾向家人表示过感谢，承诺未来会照顾好父母。所以他急于寻找一份与潜水有关的工作，想早点养活自己，但同时他不想再向父母伸手了，又无法负担高昂的课程费用，也就作罢。因此本在潜水过程当中始终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动作，也没有教练教他如何摆脱紧急情况，提醒他万事保持冷静的状态，所以他最终只获得了水下30米的开放水域潜水认证，但并没有资格挑战洞穴潜水。有记录表明，在失踪之前，本一直在疯狂潜水，在4个月的休假期间，潜水次数已经超过了250次。一般的休闲潜水员想要完成这些数据，至少要好几年。另外，潜水日志的内容似乎也能说明这一点。只有最开始的几页字迹较为工整，越到后面越是潦草，让人很难看懂。至于潜水训练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一是上的少，二是不认真，每次都草草练完就急着学下一项，并没有反复练习，让自己的肌肉形成记忆。这样的态度对于这项危险的运动来说，无疑是在死亡的边缘疯狂试探了。技术不够的潜水员，不准确的地图，独自一人去挑战超高难度的洞穴潜水，这些前提条件放在一起，后果似乎只有死路一条。但是所有问题又都回到了尸体上面，为何就是找不到呢？更关键的是，警方前后对水质进行了30多次检测，也没有发现任何来自腐烂人体的细菌，而且洞穴的隧道弯弯曲曲，缝隙狭窄，尸体也不太可能会飘得很远。正因有太多无法解释的问题，他的家人一直都不肯放弃，甚至开始发布悬赏，谁能找到本的尸体就能获得丰厚的酬劳。可是这样的悬赏简直就是在迫害许多经验不足的潜水员。如果真的有人愿意，那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一具尸体去找另外一具尸体了。果然在2012年3月，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本的家人把悬赏提高到了3万美元。
一位名叫拉里的潜水员决定挑战一下，果不其然，白白送了一个人头。拉里的遇难引起了社会各界巨大的讨论，本的家人也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指责。很快，家人就撤销了悬赏。曾经有一位资深的潜水员讨论过本的失踪案例。对于一个缺乏专业训练的潜水员，进入洞穴深处后，即将面对的是怎样的可怕场景？首先是氧气不足，能见度低，每移动一下就会搅动污泥，视野就会变得更加模糊。本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培训，如果遇到这些意外，他是肯定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，想必当时也会惊慌失措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人就很容易迷失方向，情绪一乱，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了。但无论如何，只要没看到尸体，家人依然不愿意放弃对本的寻找。他的母亲反复强调，他在失去第一个儿子的时候，全家都痛苦万分，共同经历了人生最黑暗的日子，所以本最清楚失子之痛对父母的打击会有多大。他一直是个非常善良的人，是绝对不可能自杀的。那这么大一个活人为什么会凭空消失呢？肯定是有猫腻的，但就是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对于他的失踪，每一种猜测似乎都能成立，但又都能被轻易推翻。最后，这也成为了在目前为止最棘手的潜水谜团之一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各位对于本的失踪有什么看法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